宏翔回来了，王宏翔火车6次、7次、8次、9次。注意看，中国硬汉王宏翔打疯了，对着日本拳王的脑袋狂轰上摆拳，踢了上摆腿，险些失手将这二货当场踢死。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王宏翔的情绪为何如此失控？那是因为日本拳王看不起中国搏击，并且身上还挂了5条金腰带来滑踢馆，这明摆着就是在嘲讽中国选手不堪一击，并扬言要在1分钟之内 KO 王宏翔，让更多人看到日本武术的崛起。来中国砸场子的外国人很多，日本人算是当中最狂妄最嚣张的那一个，身上挂了这么多条金腰带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日本这家伙是多么厉害的人物呢。王宏翔面对这个来华耀武扬威的日本拳王，当然不会畏惧，尤其是面对这种狂妄无知的小鬼子，王宏翔绝对是首当其冲第一个不愿意。虽然王宏翔已经过了巅峰时期，但王宏翔可是打鬼子的一把好手，倒在他拳下的小日本鬼子不下少数，没有20个怎么也有18个。话就不多说了，来让我们欣赏一下王宏翔的精彩表现。请长按3秒点赞，比赛开始。好，这个 King 啊，跟贴吧上面大家贴的 King 不是同一个人。这个 King 他本名叫做岩本真纪，他是一个空手道的选手，他参加了空手道比赛，蛮有趣的，就是赤手空拳穿空手道服打 MMA 所以可以看到今天他的裤子也是 MMA 的一个短裤。那他也获得过柔术的优胜。那不过在他战力技巧方面呢，我是对王宏翔有信心的。这位日本选手呢，也是这个日本拳王 King 还没完全适应比赛节奏，就被王宏翔追着一顿暴揍，连续的拳法进攻打得 King 嗷嗷惨叫，被揍一顿的 King 竟然还在挑衅，看来王宏翔打的还是太轻了。时隔多年没有打比赛的王宏翔还是不输当年，敢打敢拼的作战风格还是那么硬朗。本以为王宏翔就这么点能耐的 King， 殊不知等待 King 的专属挨揍时间马上来临。也一定是每一个选手最留恋的。相信我两边的王腾蛟老师、蔡志源老师都是很激动，而我却反而变得很低落了，因为毕竟时间在我们的身上留下了太多的影子。王宏翔这位作为中国搏击擂台上，我认为是第一个真正的明星。那么在他的引领下，我们看到了更多的比赛。我们看到了更多真正的中国人站在我们的擂台上，表现出来我们真正能打的这。多年没打比赛的王宏翔很快就掌控了比赛节奏，连续的组合进攻再次压制住了 King， 直接把 King 挤在围绳处进行殴打。日本5冠王又如何？还不是被王宏翔打得连打气都不敢喘。在正式比赛开始之前， King 特别能装孙子，不是拿金腰带耀武扬威，就是扬言要一回合 KO 王宏翔。从这个状态来看，恐怕 King 能活着都下擂台都有点费劲。王宏翔在这场比赛上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表现？我们现在就在拭目以待这个历史的时刻。北航，时间快到了。不过这个 King 啊，李新熟的空手道这位选手，是这种传统流派的空手道，这种流派的选手可能在比赛结束了。时隔多年没打比赛的王宏翔依然很厉害，打的 King 完全丧失了反抗能力。不过这家伙的抗击打能力给了他一个完美的生存空间。要不然王宏翔早就提前结束了比赛。复出的第一场比赛跟原来的状态比没有那么的霸气了，他表现的并没有发挥出全力。我认为第2回合开始了，在 King 逐渐适应比赛节奏的时候，王宏翔早就把比赛节奏紧紧握在了手心中。不知道危险已经来临的 King 还在王宏翔面前晃来晃去，实在忍不了的王宏翔终于发怒了，拿着犀利的拳脚进攻就开始修理 King， 就是不知道 King 这个废物能不能顶得住王宏翔一波接一波的猛攻。看到 King 的身体晃了一下，王宏翔果断实施频繁的扫踢砍向 King 的大腿。5次、6次、7次、8次、9次。王宏翔单打，哇！连续9次的踢击加连续重拳。我想此时此刻我们必须要再说什么，大家听现场的观众欢呼就好了。对的，对的。对方又一次站起来了。King 来到了这么多次重击才被读秒1次，果然是一位土生土长的日本人。这个超强的抗击打能力就是日本人的代表。面对眼前这位比石头还要坚硬的日本拳王，王宏翔决定换一个战术来与 King 展开对抗。既然 King 的身体素质如此坚硬，那王宏翔就用扫砍腿来干扰 King 的下盘。结果 King 非但没有受到影响，并且还鼓起勇气对王宏翔发起了反扑。还有高扫。这个腰身非常好，西壮，会倒一下会倒，再一次，还顶住了。
上钩，漂亮，后摆，倒了没？顶膝，没。还有，击腹，哇，非常的顽强。不见棺材不掉泪的 King 很顽强，根本就没有放弃比赛的想法。就算王洪祥的组合进攻很具有威慑力，所实施的任何一次进攻都能要了 King 的小命。即便如此 ，King 依然在咬着牙继续坚持着。我觉得王洪祥应该还是可以的，拿出体力来，加快你的节奏。好，这回还有10秒。面对当下这个情况，王洪祥直接实施了一招连续顶膝。虽然遭到了裁判一次警告，但这一次攻击让 King 认识到了敌我之间的实力差距。现在回来第3回合的较量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第3回合开始了 ，King 已经被王洪祥整整暴揍了2个回合。照这样打下去的话，恐怕 King 会被王洪祥彻底打飞，被担架抬走。面对王洪祥所实施的猛打猛冲 ，King 的精神状态并没有被摧毁，就算捂着头进行全方位的防守，也不会举手示意投降认输。王洪祥发怒，谁也拦不住，连续的攻击打得 King 嗷嗷惨叫，痛不欲生。这样的武器，最后他的终结以后叫的砍踢。哇，王洪祥回来了！王洪祥回来了！不知道是不是有观众会觉得穿越了，好像时间又回到了5年前，又回到了之前，还是这个感觉，对，还是我们曾经为他欢呼的那个站在中国，站在日本，站在澳大利亚，站在新西兰，站在美国拉斯维加斯，继续打着胜利。拥有5条金腰带的 King 竟然被打成了这个熊样，也不知道他这5条金腰带从哪里掏来的，除了扛揍，其他一无是处。王洪祥都打累了，这家伙还能站在擂台上继续保持战力，一时间不知道是王洪祥打得太轻了，还是 King 的抗击打能力太强了。这个抗击打能力完全要比武僧一龙的金钟罩铁布衫要强很多，完全就不是一个级别的招式。有机会再砍，还有多次的低扫，没辙。裁判是不是要介入呢？对方已经基本上不还手了，看来已经疲于防守了。哎呀，这个脚，会 KO 了吧？哇，这个日本人真的是，还是非常顽强的，我们必须要真的承认，还是非常顽。一旁的裁判貌似没有看够，所以并没有急于终止比赛。按照比赛规则来讲的话 ，King 已经丧失了反抗能力，裁判有权利直接终止比赛。然而王洪祥都打疲倦了，所打出的拳头根本威慑不了 King 的生命安全。毕竟王洪祥的年龄在这摆着呢，这么大的年龄了还在擂台上打比赛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最终王洪祥获得了比赛胜利，成功暴揍了日本武冠王 King 一顿。虽然没有出现终结 KO， 但过程非常过瘾好看。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，你会给王洪祥打几分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当年的观众，但是这种欢呼声，这种感受依然不会忘。我不知道如何让王洪祥能体会到我们的决心和感情，以及对他的支持。现在的这个擂台上，我相信所有的观众跟我们都是一样的。